总，你这样会宠坏洋洋的，让他走走路也能锻炼身体。洋洋才多大，不要让他走那么多，累坏了。我这也不是宠他，就是抱他走一段路，上车来就让他下地。上车都坐在车上了，不抱着也不用走路了呀。不吃饭，马上就去游山庄吗？吃了饭再去，不想让周红英一家跟着来，我才那样说的。周红英真是本性难移，始终都是爱占便宜，也超级的厚脸皮，还爱闹事。以前我和洋洋爸就是被他母女俩闹得感情破裂，洋洋爸和姓叶的结婚后，也是被周红英母女俩折腾得鸡飞狗跳，家权不宁的。他呀，我是能远离就远离的，傻了才会和他一起吃饭，更不可能请他去我店里当领班。去哪里吃饭？我请陆总吃饭，总要去好一点的地方。以往陆总都是去哪里吃饭的？我以前经常都是去莞城大酒店吃饭。那我们就去莞城大酒店吃饭吧，我请客，陆总不要和我抢。好，我不和你争。太太还没有午休吧？没有，太太还在屋里看电视，先生陪着，小姐去了隔壁的君家，只有大少奶奶上楼午休了。大少爷，你吃过饭了吗？我在外面吃了，你去隔壁请小姐和居五少回来。好。无痕，查清楚了吗？妈，你先看看资料。海童说那些事，江城老一辈的人都知道，打听起来并不难，就是寻证据难。商太太把那些凤家人的资料一份一份的看完。现任凤家主害死长姐和妹妹的事，都是谣传吗？江城老一辈的人都说是他害死了他的长姐和妹妹，但是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毕竟当时凤家主一家人都死了，娘家人就是现任凤家主。虽说装模作样的调查一番，公布于众的结果却是意外。其他人就算觉得是现任凤家主害死了长姐和妹妹，因为不是上任凤家主的亲人，也就嘴上讨论讨论，并不会去追查真相。现在事情都过去了几十年，想追查真相那是难上加难。慢慢查，只要是他做的，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妈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商太太总觉得太凑巧，主要是他小姨也是死于车祸，儿子整理出来的上任凤家主的死因，他小姨是收到了他父母家人出车祸，开着车赶往车祸现场，结果在半路上也出了车祸。无痕，这件事妈和你爸慢慢去查，我们俩现在退休在家里也闲着，这是与妈身世有关的事，妈肯定要查得清清楚楚的。妈，我们也可以帮你的。你管着公司，阿金又怀着身孕，需要你照顾。妈虽然退休了，其实妈也没有老到走不了路。妈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总能查清楚当年事。商太太话音刚落，商小飞和君然就匆匆的进来了。妈，大哥，出什么事了？没事，你大哥调查了一下江城凤氏家族一些人，整理好了一些资料拿回来让妈看看而已。你不是在君然那边吗？装修怎么样了？大哥让管家去通知我和君然回来，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就赶紧和君然回来了。这样呀，我说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装修还没有装修好，我也不着急，让他们慢慢来，只要质量好就行了。装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你是里里外外都重新装修，连院子里的布景都要重新弄的，需要的时间是长了点。大哥调查的资料怎么样了？是只查了一下凤家的个人资料，外公外婆的死因只是老一辈嘴上说出来的，确实没有人手里有证据，大家都是怀疑猜测。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现在去追查外公外婆的死因，希望并不大，除非有知情者，还得是知情人手里有证据才行，否则我们只能把外公外婆的死因当成谣言，拿现任家主没有办法。妈是不是凤家的人？这个好办，只要妈去一趟江城，和现任凤家的家主做一次血缘关系鉴定，就可以确定妈是不是凤氏家族的人。真的是一点证据都寻不到吗？目前是找不到，可能是时间太短的原因吧，慢慢找，或许能找到一点，但是希望不会太大，毕竟过去了几十年，就算有漏洞，也会被人家堵上，抹干净痕迹，说不定所有知情人都死了呢。小飞，这件事你们不用操心，妈有时间，妈会慢慢去找证据，只要她做过，总有一天能找到证据的。阿姨，我可以跟我大哥说一声，让我大嫂的娘家兄弟帮忙调查一下。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的。等会儿我就打电话跟我大哥说一声。君然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此时管家走了进来。太太，苏少主来了，又给小姐送来了花束、珠宝，还有其他礼物，是苏少主一个人来的。太太，要让苏少主进来吗？请苏少主进来吧，以后总有求到人家的地方，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咦，人这么齐啊，不会是知道我过来，特意在等着我吧？苏少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哎，别提了，
我本来今天是没事干的，可以在家里过一个轻松的周末假，结果从我睁开眼就遭到了我爸的唐僧念经，让我去见一见他帮我筛选出来的女孩子，看看我有没有反应。真的是唐僧念经，念得我头发晕，念得我头痛，念得我落荒而逃。哎，都是战奶奶害了我呀！我想战奶奶也是被你爸烦得没有办法，才会推了个大师出来安抚你爸。苏少主，你被你爸唐僧念经是件值得同情的事，但是你别把你的不爽转移到我这里来呀。苏少主送给我的礼物我都没有动过，苏少主今天过来了，要不全都带回去。你要是不喜欢就送给别人，或者扔了都可以，千万别退回我家里去，让我爸知道了，他做出什么事来我不保证哈。商小姐、君武少，你们也不用管我做什么，你们俩该恋爱就恋爱，该分手就分手，我无所谓的。苏少主，我哪里得罪了你？你给我说个清楚明白，让我死也能死的瞑目呀。你没得罪我，我就是看你有点顺眼了。以前总觉得商小姐你任性野蛮，大家都说你是个坏女人，我也没有去了解过你，还真以为你就是那样的人，毕竟说你不好的人太多了。现在了解后，觉得那些人就是嫉妒商小姐呢，他们是故意抹黑你的，因为你过得很潇洒。我不想要你的认可，不想要你的夸奖，只想让你有多远走多远。苏少主看了看那个文件袋，商太太留意到他的眼神后，也没有隐瞒。苏少主，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商太太不用那么客气，有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说一声，我能帮得上的一定会帮的。最近老是叨扰了商小姐，其实我内心也过意不去，能帮到商太太的忙，我内心也能好过点。商太太便把自己的身世以及怀疑父母家人是死于非命的事情告诉了苏少主。打扰大家了，我还是走吧。苏少主这是不打算帮忙了。商太太，不是我不想帮忙，而是过去了几十年，现在你才去寻找证据，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就算去查也未必能查到，做这件事的人也不可能留下痕迹，哪怕当年留下了痕迹，也会被岁月淹没，知情人估计也死了个精光。这件事真不是我不想帮，是很难帮，我怕我答应了，到最后又交不出有用的信息，辜负了商太太的期望。苏少主，你都查不到吗？你们苏家干这一行不是最厉害的吗？你们称第二都没有人敢称第一的了。商小姐，我们家是干这一行的，苏家名声也是响当当的，是很厉害，但再厉害我们也是人，是凡夫俗子，不是神仙，没有通天的本领。我要是神仙，我穿越回到过去帮你们找证据，那就没问题，可惜我不是神仙，要是不拘结果的，我可以帮帮忙。商太太觉得怎么样？我也知道证据不好找，不敢要求苏少主一定帮我找到证据，只要苏少主帮忙就行，能找到证据最好，找不到也不会怪你。我和妹妹若真是凤家的人，就算没有证据证明是我而已害了我父母，凤家的家主之位，我想夺回来给我的后代或者我妹妹的后代继承，一样可以。妈，你真要夺回凤家家主之位，也考虑我继承哈。你女儿什么德行，有几斤几两重，你是清楚的。我可挑不起领导一个家族的重担，找海童去，给海童几年时间，他有这个能力的。海童现在都忙得要命，压力也大，他以后是战家的当家太太，本就不轻松，哪能再把凤家的一族重担交给他？我不管，反正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我头没那么大，我不戴那么大的帽子。海童不行，就让海玲姐上呗。海玲姐是我们3个人当中的老大，凤氏家族不是长女特别厉害的吗？妈和我小姨，妈就很厉害，妈只生了我一个，但我小姨有2个女儿呢。海玲姐就是我小姨的长女，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以后若是回归正统，就让海玲姐当那个家主吧。只要海玲姐当了凤家的家主，她和陆总就是门当户对了，她和陆总在一起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一举两得呀。他姓海呀？我还姓商吗？我们都不是姓凤，不过可以改姓呢。商先生瞪着女儿啊，你别瞪我，我妈真让我挑大梁，我肯定要改姓凤的。你不想你唯一的女儿改姓，就劝我吗？不要让我挑大梁，我可挑不起来。现在说那些都还早得很，侦查清楚，凤家家主之位理应回到你们身上，妈自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人选。要是你们3个都不行，就让凤琴上位了。我不打扰大家了，先走，改天有空了请大家吃饭。商家人没有再挽留，商太太让儿子送苏少主出去。苏少主对我妹妹没有那种意思，还要演戏到什么时候？是谁让苏少主演戏的？不好说，不想说，丢脸。商总，我听说你妈又打其他人的主意，想撮合你妹妹和她相中的人在一起，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有这样的事吗？我都不知道。不管有没有，麻烦商总跟你妈说一声，
他要是再给商小姐介绍男友，我就去找到对方，告诉对方商小姐是我的女友，谁敢和我苏腾抢女人？苏少主，你那样会害惨我妹妹的。不是我想害你妹妹，是你妈不想让你妹妹好过。我就是不明白，军武少跟你妹妹哪方面不配了？人家军武少也是千亿豪门里的少爷，其家族比你们商氏家族强盛多了。闲人家远有多远？比起那些嫁到国外去的 ，A 市很近了，好不好？况且军武少长期在宛城工作，在这里也有房产，婚后小夫妻俩肯定是在宛城生活的，偶尔回 A 市那也是正常的事，又不是长期生活在 A 市。商无痕讪讪的笑，不好说话。别让我家老头子知道我来过，否则真让我娶你妹妹回家，他就要守一辈子的活寡。苏少主放心，我们比你更怕苏家主知道这件事。哎，都是战奶奶坑了我呀！洋洋过来或者去大姨家里，都是小皇帝。洋洋是很幸福，那么多人疼着他。姐，姓周的怎么样了？恢复的不错，今天去看他的精神状态比刚醒来时要好了很多，不过还不能下床走动。他活着，洋洋就还有亲爸，反正他也影响不到姐了，偶尔带洋洋过去看看他就行。虽说我和他闹翻，最后离婚收场，不过他终究是洋洋的亲爸，我从来没有判他死的。他们也想留下洋洋在医院里陪伴2天，洋洋不肯。他们以前是把洋洋当成玩具，喜欢的时候就逗着玩一玩，不喜欢的时候看都不看。洋洋的爷爷奶奶更疼爱他们一手带大的外孙，洋洋跟他们不亲。你不在场，洋洋自是不肯留在医院陪伴他爸。陆总跟着去的，怪不得他们想留下洋洋了，怕洋洋改姓陆呢。洋洋不会改姓，当初离婚的时候说好了的，他们是看不得洋洋和陆总那样亲近。陆总和你们一起去的医院，他怎么没有一起过来？他内心深处始终还是带点自卑心，觉得他行动不便，过来了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也不想面对长辈们对他的关怀及同情。海童不说话了，此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大姨打来的。快接听，大姨应该不是催咱们带洋洋过去吧？大姨，你午休起来了吗？睡不着就起来了，打电话跟你说说事情的进展。你表哥去查了，查不到证据，只把凤家现在说得上话的人的资料整理了出来。彤彤，我等会儿拍下来，发一份给你和你姐看看。大姨，这件事急不来，得慢慢查，毕竟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我知道，说我不惦记着，那是假的。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寻找你妈妈，找到了，却是阴阳两隔。好在还有你和海玲，也算是抚慰到我寻找几十年的心灵。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天，又知道了我的身世，然后又是慢慢调查之路。彤彤，咱们的命是不是不好？伤痛咋这么爱找上咱们呢？大姨，别这么说，人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点挫折的。我跟战印说过了，让他帮忙调查一下，人多力量大，说不定能找到一点证据。你姐去到你家了吧？刚到不久，我姐在这里。大姨有什么想和我姐说的吗？你把手机给你姐，我跟她说几句。大姨，海玲，你最近能腾出时间吗？可以，大姨想让我做什么，尽管说。那你腾出1个星期的时间，跟大姨去一趟江城，咱们一起去会一会现任的凤家家主。好，大姨，我需要准备什么吗？带几套衣服换洗就行，其他不用带了。好，我知道了。是明天就出发吗？周一再出发，明天是星期天，洋洋还在家里呢，你撇下他出远门，他会哭的。明天晚上带洋洋过来吃饭，叫上彤彤夫妻俩。好，大姨让我腾出1个星期的时间，陪他去一趟江城，会一会现任凤家的家主。大姨怎么不叫上我呀？你比我更忙，大姨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吧。海童想了想，觉得姐姐的话有道理。凤小姐怎么来了？来之前也不给我个电话，我好去大门口接你啊。周末不上班，在家里也无聊，我又没有什么朋友，也就乔少对我态度好一点，所以我就大胆的过来找乔少聊聊天。以后凤小姐无聊的时候都可以找我，我周末一般都是在家的，很少外出。乔少，我会不会打扰到你和战三少呀？会呀，我追求乔少的事，凤小姐是知道的。你要是每个周末都过来，非但打扰到我和乔少，还成了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或者超级亮的电灯泡。我也觉得我老是过来不适合，不过战三少爷说我是第三者，这一点我是不认的。战三少爷追求乔少的事，宛城以及江城的人都知道，但战三少爷不是没有追到乔少吗？在你们还没有公开恋情之前，乔少都是单身的，是名草无主的人，所以说我是你和乔少之间的第三者，这顶帽太重，我戴不上。凤小姐说的对，是我说错话了，我向凤小姐道歉。凤晴，不用管他，我们来往是我们的自由，你想什么时候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
乔涵说话间看了弟弟一眼，看我做什么？难道姐还不死心呀？还想着撮合我和凤晴？阿涵说的对，凤小姐以后想来就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欢迎凤小姐的。浩宇，咱们还去钓鱼吗？凤小姐难得来一趟，留在我们家里吃晚饭吧。我和浩宇去钓鱼，然后烤鱼，让凤小姐尝尝浩宇的烤鱼，特别好吃。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就留下来吃饭。乔轩被姐姐看得胆战心惊的。乔叔还想去钓鱼，我自当奉陪。我听说战三少爷家里的兄弟们都会厨艺，战三少爷的厨艺最是精湛，能尝到战三少爷的烤鱼，那是我的荣幸，也是我有口福了。我的厨艺也就过得去，只要我烧的菜能让我心悦的人喜欢就行。凤小姐想尝尝浩宇的烤鱼，走，咱们去钓鱼。爸，我也去。很快，乔董父子俩以及战浩宇出去了。大涵，凤小姐第一次过来，你带凤小姐出去走走吧。好，妈，凤晴留在我们家里吃饭，你让厨房多烧几道菜。乔少，我不挑食的，有什么就吃什么。这种天气是真的热，都快10月了，还热死人。秋老虎可不是假的。乔少是真的很好看，怪不得战三少爷那么喜欢你，为了追求你，连脸都不要了。那块牛皮糖早就没脸了，他压根儿就不要脸。战三少爷很优秀，如果乔少是个女人，你们俩在一起真的很般配。可惜了，乔少是个男人，我看乔少也不喜欢同性的样子，战三少爷追得那么紧，怕是最后都要失望了。还有乔少的父母，战三少爷是把你父母都拿下了吗？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好吧。我能理解乔少，我妈也是这样的，总说谁家的女儿多优秀，嫌弃我笨，骂我是烂泥扶不上墙。我妈还总拿我和凤若比，说凤若比我多优秀，要不是凤氏祖先留下来的铁规矩，她是不会培养我当接班人的。反正就是各种嫌弃吧。凤晴，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不用管你妈说什么，我相信你以后能从你妈手里接过凤氏集团的。凤若虽说在凤家主身边长大，也是从小接受继承人的教育。事实上，凤若的能力并没有多强。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时候，私底下跟我弟说过，凤氏集团若是交到凤若手里，早晚都得完蛋。乔少，我没想到看透我的人是你。其他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主要你妈能理解你，看透你就行。你们家族当家做主的那个人是有着绝对的权利，所以你妈懂你，其他人都不用在乎。乔少，不说我了，我就那点事情，人人都知道的。我能问乔少一句话吗？你问吧。乔少和战三少会在一起吗？这个我无法答复你，明天的事谁知道。我是真的很欣赏乔少，乔少也懂我。如果乔少坚定的拒绝战三少呀，我还是希望乔少能给我一个机会的。凤小姐如此欣赏我，我很开心，也很感谢凤小姐的欣赏，但我对凤小姐只是纯粹的欣赏，并无他意。我和凤小姐也培养不出男女之情。凤小姐是个干脆利落的人，我相信你。那真的太可惜了。凤小姐看我弟乔轩怎么样？乔二少有红颜知己太多了，说实话，我是受不了的。乔少和乔二少是孪生兄弟，你们的性情却差了天地远。乔少这样的男人，一看就是个有担当的，只是我没有那个福气能与乔少缔结连理。其实我弟弟对待感情也很专一的，他现在是还没有真正喜欢的人，才会有那么多的红颜知己。乔少说二少爷若是动了真情也是很专一的，这话我倒是信的，但能让这种男人动真情却很难。他们习惯了一片森林，不喜欢独守一棵树。乔轩还好意思嫌弃凤琴了，人家凤琴压根儿就看不上他。以后谁要是嫁给了战三少爷，那真是有口福呀。乔涵有点瘦，我就想把他养得圆润一点。战总，我不需要你养着。我知道阿涵有本事，不需要别人养着，我不过是想照顾你的每日3餐而已。三少爷，我觉得我最近也瘦了很多，你也把我养得圆润点吧。你再吃就变成胖猪了，不是圆润那么好听。战三少爷总是偏心，明明我和我哥一母所生，颜值也是差不多，你对我哥好得很，简直就是把我哥捧在手心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融了。我爸妈对我哥的好都不及你一半，对我总是不耐烦的样子，我哪里不如我哥了？乔二少爷没有听说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吗？在战三少爷的眼里，乔少就是独一无二的，无人能比。饭后，凤琴不好再逗留乔家，告辞而去。